回老家参加同学聚会，我没开车，曾经的老同学讥讽我，毕业10年连车都买不起，大学生混得也不怎么样嘛，早告诉我一声，我开宾利去接你呀。回老家还拼顺风车，也不嫌丢咱们老同学的脸。聚会吃饭的时候，老同学们纷纷跟开宾利的同学敬酒，一脸讨好地说能不能合作个项目。我坐在角落里无人问津，只有曾经的同桌安慰我：苏修，你不用自卑，我相信你再奋斗几年，奔驰宝马不敢说，但一定能买得起50 mini 代步。我笑笑没说话，因为我根本用不着自己开车，平时接送我的车都是特制的防弹车，而且还有专车司机和保镖，怎么会自卑呢？我本以为老同学聚会，大家都是追忆曾经的青春年华，联络一下最纯洁的感情，没想到大家讨论的都是谁今年赚了多少钱，谁混得好，以及围绕着王鹏的各种吹捧和讨好。王鹏就是那个宾利的主人，我很不喜欢这种气氛，于是借口说家里还有事，得走了。然而先前讥讽我的王鹏立刻放下了手中的酒杯，阴阳怪气的道：咱们的学霸还是那么清高啊，瞧不上我们这些学习不好的，不愿意跟我们玩呗。我蹙了下眉头，我没那个意思。苏修，上学那会儿你就不合群，从来都不跟我们这些成绩一般的玩，现在大家好不容易聚个会，你半途就走什么意思？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同学这时站起来，白了我一眼。我记得她叫李敏，曾是班上的文艺文员，上学那会儿，我跟她几乎没有什么交集。呵呵，你们可能误会苏修了。这时，曾经的班长刘红也站了起来，笑着打圆场。我还以为他要帮我说话，结果刘红下一句就说道：苏修当初是咱们班学习最好的，上的大学也最好，可混了10年，连辆车都没混上。我看他是不好意思再跟咱们吃饭了，随即用目光看着我说：苏修，你放心，咱们毕竟都是老同学，没人笑话你，你要有困难就说出来，大家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，怎么也得帮你一把，对吗？要不你说说，是被电炸了，还是被裁员了？要不就是炒股赔了，不然咋混得这么惨？就是我做梦都没想到，学习最好的同学，混得居然连辆国产代步车都买不起，回老家还拼顺风车。接着又有2个同学跟着说道，我看得出来，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脸上的笑容都带着明显的嘲讽。我有些难以理解，这些老同学们为什么非要在我面前秀优越，更不理解他们为何变得如此市侩。对不起，家里真有事，我没困难，也不需要你们帮忙。老同学们的嘴脸让我感觉厌恶，但毕竟是曾经的老同学，我不愿跟他们计较。哎呀，苏修，你咋还是跟以前一样啊？死要面子活受罪。今天给你个机会，你把这杯酒干了，我闲置的那辆大众送你了。王鹏拦在我身前，说着就倒了满满一大杯的白酒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喝酒，也不需要你送车。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拿喝酒说事儿。曾经有个领导在饭局上就拿审批文件让我喝酒，说喝了就签字，我扭头就走了。结果我什么事没有，他回头却给我道歉。再说了，我也不需要王鹏的车，更看不上，所以我目光一冷，直接拒绝了王鹏，准备直接离开这个让我有些恶心的场合。啪！谁知王鹏竟然直接把那杯酒摔在了地上。呵呵，苏修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不给我面子。他冷笑着直接挡住了我的去路，我眉心顿时发紧，直视着他道：我凭什么给你面子？哈哈！王鹏顿时狂笑了起来，转身面向其他人道：你们听到苏修说什么了吗？苏修，你恐怕还不知道吧？王鹏可是咱们老家这里的首富，这家全县最高档的酒店就是他的产业，就算县里的领导来了，也要给王鹏面子。你竟然说凭什么给他面子？被众人这么一吹捧，王鹏立马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不错，可以说这里就是我的地盘。你觉得不给我面子，今天能走出这个包间吗？哎呀，大家都是老同学，
别因为这种小事闹得不开心。我曾经的同桌于超见气氛紧张，连忙过来打圆场。说完中立的话，他又对我说：“苏修，你也是的，你都10年没回老家了，今天大家好不容易聚一起，你可不能不给老同学面子啊！我知道于超是好意，但我也有自己的原则，而且我感觉自己已经跟王鹏是2个世界的人了，我没有义务为了他的面子委屈自己。苏修，这样吧，喝杯饮料吧。”结果就在这时，刚刚还嘲讽我的李敏竟然好心的倒了一杯果汁，递到了我面前。我有些意外，没想到他会替我解围。想了想，我觉得也没必要把事情搞大，于是就伸手去接李敏手中的那杯果汁。然而我还没碰到杯子，李敏眼中忽然闪过一抹阴谋得逞的喜色，手一松，那杯果汁就碎在了地上。哎呀，苏修，你怎么不拿好呢？王鹏酒店里的杯子可都是高档的水晶杯，一个杯子要好几千呢，你得赔。紧接着，李敏就做出了个夸张的表情，大声呼道。我怔了下，才明白过来，李敏根本不是好心的替我解围，而是故意下套坑我。苏修，你想走也可以，把杯子赔了吧。王鹏马上抓住了机会，阴笑着道：“苏修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王鹏好心的请咱们老同学吃饭，你怎么打坏人家的水晶杯呢？就是清高不给面子就算了，还故意打坏人家的水晶杯。人家修园虽然不差钱，可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你得赔。”几个一直讨好王鹏的同学立马加入了指责我的队伍。我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，只觉得心寒。好好的单纯同学关系，怎么变得如此脏了呢？这杯子只值50，我给你100。他们以为我不识货，可这种杯子根本就是几十块钱的便宜货。于是我当下就掏了100块钱扔在桌子上。呵呵，苏修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然而王鹏没有放过我的打算，直接把钱扔在了地上。我蹙起眉头，差不多行了，王鹏，我不想把咱们的同学关系搞僵。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是说我故意找你茬吗？王鹏撇了撇嘴，一脸嘲讽地冲我道。我说，难道不是吗？王鹏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。哈哈，苏修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呀？你以为自己还是当初高高在上的那个学霸呀？那会儿李敏欣赏你，好心的给你写了封情书，你倒好，扭头把情书交给了老师，害得他被一顿骂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一下明白今天他为何如此针对我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当初李敏确实给我写过情书，但我上学那会儿一心只想学习。再说了，我也瞧不上李敏那种整日跟校外的黄毛瞎混的太妹，但王鹏偏偏就喜欢李敏。不好意思，如果是因为那件陈年往事，你就这样，那我只能说，别看你现在是县里的首富，哪怕你是市里的首富，全省的首富，我还是瞧不上你。我已经忍得够多了，但王鹏这种得志猖狂的中山狼嘴脸，已经突破了我的底线。当下就没再客气地说道。王鹏的眼睛一下子红了，笑容变得狰狞。好，很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赔杯子钱吧。5000，少1分你今天都出不去这个门。我丝毫不惧，100，多1分我都不出。说罢，我扭头就走，不打算再跟他无意义的纠缠。你走的了吗？来人！王鹏仿佛丢了天大的脸面，竟然恼羞成怒地大喊了一嗓子。紧接着10几个保安就冲进了包间，将我围了起来。苏修，你快好好的跟王鹏道个歉，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，说不定能原谅你。苏修，你快别不知道好歹了，真不知道你毕业10年连辆车都买不起，还这么清高干啥？对呀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你连5000块钱都拿不出来，还不服个软？眼见事情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，班长刘红还有我的同桌于超这时一起出来打圆场，但他们的话都在指责我。我没理会他们，目光直视着王鹏道：看在老同学的份儿上，我劝你最好不要把事情闹到无法收场的地步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哈哈，
王鹏掐着腰大笑了起来，一脸嘲讽的道：“苏修，你真不愧是死清高的书呆子，当着老同学们的面，我给你个机会，要么拿5000块赔钱，要么就跪下跟李敏道歉。”说着，他就将李敏搂了过来。原来他们已经搞在了一起。可令我失望的是，面对王鹏这种对我赤裸裸的针对羞辱，所有的同学这会儿却都沉默了。我没回答王鹏，而是默默拿出了手机，准备打一个电话。苏修，没人能救得了你。谁知王鹏竟然有恃无恐地将我手中的手机一把抢了过去。我脸色一变，王鹏，快把手机还给我，不然事情就大了。哈哈，苏修，你怕是不知道我现在在这里的地位，你不就是想报警吗？我来替你报。王鹏嗤笑了一声，竟然真的用我的手机报了警。我眼睛顿时眯了起来。王鹏完了，在他抢下我手机的那一刻，他就闯下了弥天大祸，知道吗？整个县里肩膀上有花的都是我朋友，你报警有用。打完电话以后，王鹏非常嚣张地冲我笑道：“嘿嘿，苏修，你以为这是在学校里吗？以为自己学习好就可以让老师帮你？我看你学习学傻了，根本不知道王鹏在咱们县里的能量有多大。你也不想想，咱们全县就王鹏一辆宾利车，不，全市也找不出第2辆，这相当于什么阶层？你能明白吗？说实话，咱们能当王鹏的同学，就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。你以为人家王鹏真稀罕要你5000块钱啊？还不是给你个台阶下？你快别不识好歹了，也就是王鹏重感情，给你个机会改变命运。咱们的女同学们有一个算一个，谁不想做王鹏的女人啊？不等我开口，刚刚沉默的同学们忽然你一言我一语的又说了起来。几乎所有人的言语中，都是一边吹捧王鹏，一边鄙夷讥讽我。我平静地看着他们，如同跳梁小丑表演，对王鹏说：“趁现在，把手机还给我，让我走，一切都还来得及，不然你就真没机会了。”哈哈！结果王鹏不屑地大笑一声：“苏修，信不信？老子今天把你办了，也没人会把我怎么样。”紧接着，他的表情忽然变得狰狞，一副要吃人的目光看着我道：“我不明白，王鹏为何会如此嚣张？这都已经无法无天了。王鹏，现在停止这场闹剧，我可以当成你喝多了发酒疯，既往不咎，不然别怪我顾老同学的情面。”我给了王鹏最后一个机会，然而听我这么一说，王鹏笑得更猖狂了，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样，捂着肚子道：“大家快看看，他一个连车都买不起的人，居然跟我说既往不咎！哈哈，真是笑死人了。”同学们也都一脸嘲讽地看向我：“苏修，你清高也该有个底线吧？在王鹏面前说这种话，也不怕人笑掉大牙？我们又不是没问过你父母，毕业10年，你父母都不知道你是干啥工作的，你是不是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啊？书呆子都是眼高手低，高不成低不就的，肯定混得啥也不是啊！混得差不要紧，就怕这种不识抬举的。”一时间，我遭到了同学们更加直白的嘲讽，我听得一阵心寒。我确实10年都没回家了，我爸妈也确实都不知道我从事着什么样的工作，因为我一毕业就进了国家保密单位，上班的第1天就签署了保密协议。我们的工作是关国之重器，是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半点消息的。这是要为国家保守秘密，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。要不是年前6代机成功试飞，我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，领导也不会让我回老家探亲的。其实刚才他们有句话说对了，对于我这种以身许国的人来说，我确实跟他们已经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。把手机还给我，我已经懒得再跟这群3观完全不同的老同学在废话。伸手朝王鹏要回自己的手机，手机里有很多重要的资料，不能落入别人的手中。大家在这里继续吃喝，吃饱喝足，再上2楼的 KTV 继续玩。我都安排好了，我先带苏修去办公室，我要单独和他谈点事。王鹏直接无视了我，转头对其他同学说了一句：“
说完就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下一刻他就冲围着我的保安们使了个眼色。保安们心领神会，当下就要架着我离开。我能看得出王鹏眼中的不怀好意，只是没想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竟然无法无天的要对我用强。来不及多想，我连忙按动了下大衣兜里报警器的红色按钮。住手！两个身姿挺拔、留着寸头的年前男子突然冲进了包厢，冲着一群保安大声喝止：“你们两个从哪里冒出来的？谁呀你们？赶紧滚！别多管闲事！”两人喝止保安的同时，便迅速将我护在了身后。王鹏愣了一下，随即不爽地大喊了起来：“苏先生，您没受伤吧？”然而两个男子没有理会王鹏，第一时间关切地问我道。我摇摇头，然后指着王鹏道：“他抢走了我的手机，还要对我用强，你们看着办吧。”一听这个，二人都是脸色大变。他们是国家安排给我，贴身24小时保护我的特勤人员，二人都是万人挑一的特种兵。快把手机交出来！其中一人马上就表情严厉地冲王鹏以命令的语气喊道：“哈哈，苏修你可以呀！”然而王鹏死到临头，还没意识到自己闯了多么大的祸，反而一脸嘲笑地对我道：“这俩人不就是跟你拼顺风车的司机吗？两位小兄弟，这苏修花了多少钱雇的你俩？我出双倍，不10倍。”随即他又对两个特勤笑道。然而两个特勤根本就不正眼看王鹏。我平静地说：“把手机拿回来就行了，尽量不要把事情搞大。”两个特勤顿时点点头，齐齐走到了王鹏面前。“两个开顺风车的臭司机，你们也不识抬举是吧？给我打！”王鹏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，当下一摆手，吩咐那些保安道。一群保安瞬间围住了两个特勤。面对10几个保安的围攻，两个特勤只是互相对视了一眼，然后从腰里摸出了2把武器。保安们看到真理，都是瞳孔一缩，顿时吓得不敢动了。拿把玩具枪吓唬谁呢？然而王鹏却嗤笑了一声，有恃无恐的道。我皱了皱眉头，看来这个王鹏平时真是嚣张又无知，他到现在都还不明白特勤掏武器意味着什么。喂，我要报警，这里有人私藏武器，还威胁我。紧接着，王鹏竟然主动拨打了报警电话。看到这一幕，两个特勤都是向我投来了询问的目光。只要我点头，他们就可以开火，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保证我的人身安全。只要我感受到了人身威胁，就可以直接将对方击毙。不急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无法无天到什么程度。我没让特勤动手，而是让他们先静观其变。很快的，一辆警车就来到了酒店。王总，什么人敢私藏枪支啊？这事可不敢开玩笑。两个警官明显是认识王鹏的，刚一进来包厢，其中一个就问王鹏道：“就是他们两个？”王鹏抬手指了指两个特勤，满脸的得意：“我怀疑他们可能是逃犯。老李，你快带走，好好查一下吧。出示一下身份证。”两位警官立刻语气严厉地冲两个特勤道。两个特勤微微皱了下眉头，没掏身份证，但掏出了2个特殊的证件。你们是？那位姓李的警官随意地接过证件，但只看了一眼，瞬间脸色大变，然后立马恭敬地将证件还给了特勤。我们在执行任务。两位特勤打断了李警官他们的话，示意他们不要暴露身份。是。李警官连忙讪笑着点头。喂，李警官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他们可是很有可能私藏枪支的逃犯，快把他们抓起来带走啊！王鹏察觉到李警官对特勤的态度有些不对，当下不耐烦地催促道：“王老板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他们不是什么逃犯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和他们发生了什么矛盾，但请你立刻向他们道歉。”李警官拼命地朝王鹏使眼色，但王鹏仅仅是愕然了一下，便黑着脸道：“我凭什么跟他们道歉？就算不是逃犯，也就是个跑顺风车的司机。”李警官顿时眉头一紧：“王老板，
就算他们是跑顺风车的司机，你也应该尊重他们。”然而王鹏并未听出李警官好心的暗示，反而不依不饶地冷笑道：“狗屁！我尊重他们，他们不配。李警官是吧？现在我要和你们反映个情况。”这时我开口了：“什么情况？”李警官一愣，连忙问道。我看了王鹏一眼：“强他人财物，是不是犯了抢劫罪？”李警官愣了下，马上道：“有人抢你东西吗？”我目光看向王鹏，点头：“是的，他抢了我的手机。”李警官顿时紧张了起来，转头就对王鹏道：“王老板，你拿人家手机干啥？快还给人家！”王鹏皱了皱眉头，有些不爽的道：“我怀疑他偷拍了我的商业机密，在没有查清楚之前，暂时还不能把手机还给他。”说罢，他就一脸挑衅地看向了我，仿佛在告诉我，在他的地盘，什么都是他说了算。李警官应该是平时和王鹏关系不错，急忙又暗示他：“王老板，你这样是不对的，若是再不还给人家手机，我就要把你带走了。”结果王鹏不满地翻了个白眼，冷哼道：“为不熟的白眼狼，屁大点事都指望不上你们，老子给你们领导打电话。”说着，他竟然真的又打了个电话：“张书记啊，我这边有点麻烦，得让您亲自过来处理一下。”挂了电话之后，王鹏又显摆的道：“看见没？就算是咱们县里的领导，也是我的老熟人。王总厉害，王鹏果然有本事。”一群同学立刻又捧起了臭脚，同时又用看小丑的眼神看向了我。我冷眼看着这一幕，嘴角不由得微微勾起。事情似乎要变得更加有趣了。不一会儿后，一个身穿行政夹克的中年人带着一群人来了。“王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咋这么热闹？”来人进入包厢以后，马上就发现了异样的气氛。“你们两个是干什么吃的？一点小事都帮王总处理不了吗？”跟在他身后的一个中年男子看到李警官他们也在，立马训斥了二人一句。李警官有些委屈的连忙小声辩解道：“所长，你不了解，他们二人是特勤。”“什么特勤？”被称为所长的中年男子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。“张书记，喊你来没别的意思，我这不是办个同学聚会吗？想让您来指导指导。结果您猜怎么着？我发现了2个私藏枪支的逃犯。”直到这时，王鹏还在颠倒黑白的把保护我的2个特勤诬陷成逃犯。张书记听到这话，顿时皱了下眉头，似乎觉得王鹏有点小题大做。“张书记是吧？这是我们的证件。”不过很快的，2个特勤就将自己的证件递给了张书记。张书记皱着眉头接过证件一看，顿时脸色大变，随即有些紧张的笑容可掬道：“对不起，我真不知道2位是特勤同志。”“什么特勤？张书记，你搞错了吧？他们明明是逃犯啊！”王鹏一看张书记竟然也对2个特勤客气，终于意识到了一丝不对劲儿，但碍于面子，他仍旧不甘心地诬陷道：“住口！”张书记狠狠瞪了王鹏一眼，然后吩咐先前开口教训李警官的中年男子道：“赵所长，快把这个王鹏抓起来！”是。赵所长一惊，连忙亲自带着李警官要将王鹏带走。“等等！”眼看着他们要带走王鹏，我淡淡的出声喊住了他们：“这位小同志，你是？”张书记这才皱着眉头看向我：“他是我同学苏修，混了10年，连辆国产车都买不起的穷鬼。那俩冒充特勤的顺风车司机，就是他喊来的。”不等我开口，王鹏就抢先指着我道：“我不知道像他这种没脑子的人是如何成为首富的，不过其中的原因我也不关心，这是我的证件。”于是我什么都没说，默默地掏出自己的证件递给了张书记。张书记接过证件直扫了一眼，表情比刚才看到特勤的证件更加震惊了。虽然我的证件上只有名字和头衔、工作单位等等信息都是保密，不过其中有4个字张书记肯定看到了：院士功勋。这4个字的分量，王鹏不知道意味着什么，但张书记肯定明白。这个人意图对我用强，还抢夺了我的手机。
我的手机里有国家 SSC 的保密资料，想必张书记应该知道怎么处理吧。我注意到张书记震惊的表情后，这才淡淡的开口道：苏同志，请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张书记想称呼我的头衔，但考虑到保密，还是喊了个寻常的称呼，随即咬牙切齿地看了王鹏一眼，道：赵所长，将王鹏这个罪人给我铐起来，先刑拘再说。紧接着，张书记就有些愤怒地吩咐道。赵所长一愣，但还是亲自带着李警官将王鹏铐了起来。张书记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王鹏愕然了一下，随即慌乱了起来，但更多的是疑惑。哼，你已经犯下了大罪。张书记没多说什么，只冷哼了一声道：我犯了大罪？王鹏懵了，满脑门的问号。在场其他的同学也都懵了，纷纷说：张书记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呵呵，你真是个蠢货，不知道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吗？张书记一副恨不得杀了王鹏的表情，冷笑道：我知道，他之所以这么愤怒，完全是因为我的身份。若是我真出点什么事，别说王鹏吃不了兜着走了，就连他这个书记也要倒大霉，免职都是最轻的结果。我看你们真是搞错了，他真的只是我的同学，回家过年他都拼顺风车，怎么可能是什么大人物啊？王鹏终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我的身份上，当下又不可置信地大声道：狗眼看人低的玩意儿！张书记有些控制不住愤怒地爆了一句粗口：哼，你这蠢货竟然意图谋害国家功勋，这是大罪，知道吗？两个特勤人员也忍不住地开了口，在不暴露我真实身份的情况下，说出了我现在的头衔——国家功勋。王鹏顿时瞪大了眼睛，这怎么可能？苏修就是个书呆子，他怎么可能是国家功勋？震惊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喃喃道：侮辱国家功勋，罪加一等。特勤马上呵斥道：张书记，这事就交给你处理了。我不想搭理王鹏，而是微笑着对张书记道：放心，我一定会给苏院士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张书记严肃地向我保证道：苏院士，这是您的手机。这时，赵所长亲自从王鹏手中拿回我的手机，送到了我面前。谢了。我点头嗯了一声，表达了下谢意，呼叫支援，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我控制起来带走。张书记知道，光处理王鹏一个人是不够的，马上又吩咐道：啊，刚才对我冷嘲热讽的同学全都慌了。苏修，你快说句话呀，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好不好？先前叫得最欢的李敏立马用哀求的语气对我道：是啊，苏修，大家都是同学，你不能这么对待老同学呀。班长刘红也开口道：苏修，这事儿算了吧，王鹏对你虽然有些过分，可我们都是无辜的。再说了，你大度，没必要计较刚才那点小事吧。于超这时也站出来说道：呵呵，我冷笑了笑，想不到事情到了这个份上，他们又道德绑架起了我。刚才王鹏要对我用强的时候，你们这些老同学可是一个都没有帮我说话的，也不用道德绑架我，我不吃那一套。对于他们，我不客气的道：我不敢想象，若我真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今天会落得什么样的悲惨下场，更难以想象。那么多的老同学在场，王鹏都敢无法无天的要对我用强，而我的老同学们却一个个的都选择了冷眼旁观。我感觉到了冰彻心扉的心寒。苏修，你非要跟我鱼死网破是吧？老子市里还有人呢，你说到底也就是一个公务员，我不信市里的人也治不了你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被铐起来的王鹏忽然叫嚣了起来。我风轻云淡的道：随便你找任何人，找任何关系。但张书记听到这话，却是微不可察地皱了下眉头，犹豫了下，他摆摆手，先把所有人都带到所里去。不一会儿，又来了几辆警车，将在场所有人都带走了。看到他们所有人在被押上警车之前，都冲我投来了极恨的眼神。我知道这件事恐怕没那么容易结束，于是我也让2个特勤把刚才发生的事情
一字不漏地全部汇报了上去。暂时告一段落后，2个特勤就将我送回了家。3天，张书记就亲自给我打来电话，告诉我关于王鹏他们的处理结果已经出来了，问我要不要再补充补充。我明白张书记的意思，只要我一句话，王鹏他们都会被重判。他们关在哪里？我去见见他们吧。想了想，我决定再看看王鹏他们现在的态度。很快，我就根据张书记给我的地址去了看守所。苏修，我错了，求你原谅我的一时糊涂吧。才几天的时间，王鹏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劲儿。穿着囚服的他，一看到我就磕头求饶了起来。不，我轻轻摇头，你不是知道错了，而是怕了。亲自陪着我的张书记已经告诉我了，刚进来的时候，王鹏还找过市里的关系，但市里的人一听他意图谋害我这个国家功勋，甚至抢我手机，还要对我用强，纷纷义愤填膺的要重判王鹏。王鹏终于意识到他这次踢到了什么样的铁板。不过3天的时间，他们王家就被扒出了涉黑、诈骗、间谍、谋害国家功勋未遂等等罪孽。王家的所有资产查抄，甚至包庇过他们的人，也都一起被处理了。现在再跟我求饶，已经晚了。留下一句话后，我便没再跟王鹏啰嗦，转头去看了看其他的老同学，他们倒是都没被重判，最多关1年就出来了。但对于他们的影响，却不仅仅是关1年，他们自此以后会留下案底，3代不能考公。再次见到我，他们所有人都跟王鹏一样，疯狂地向我求饶认错。我只对他们说了一句话：这是你们势利眼应得的教训。见完他们以后，张书记旁敲侧击地对我说，其实只要我一句话，也可以对除王鹏以外的人从轻发落。我拒绝了张书记的好意，不用，公事公办就行。再次回到家以后，我把回老家探亲期间的事情也汇报给了领导。领导得知以后，叹息道：苏修，你还是太心软了，就冲那个王鹏对你做的事，判他个叛国通敌枪毙都不为过。虽然王鹏他们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但领导还是有些不放心。最后，在领导的安排下，我们一家人全部一起跟我离开了老家，将他们安置到了我工作附近的城市里。自此以后，我就不用再忍受与家人分别10年的生活了。接下来，我们进入第2个故事。过年回家，老公和亲戚打牌，一晚上就输光了所有存款和新买的车子。第2天，他跪在我面前求我原谅。我冷笑着拿出家里的房产证，喜欢赌是吧？你可以赌车赌存款，老娘也非要拿房子去跟那些亲戚赌2把。老公悔恨不已，求我别冲动，却被闻声赶来的亲戚按住。亲戚笑眯眯地拿出自家的房产证，一言为定，咱们这就开始。呵，果然够贪，我还怕你不上桌呢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赌的，求你原谅我吧。看我翻出房产证要去跟亲戚对赌，老公哭着跪在地上，抱着我的腿疯狂认错，甚至为了能阻拦我，还用力扇起了自己的耳光。我冷笑地看着双颊红肿的男人，并没有任何动摇。你不是很喜欢赌吗？你继续去赌啊！你赌新车赌存款，老娘也要拿新房去跟亲戚赌2把试试，我看看这东西到底多好玩。老公一晚上已经赌输了100来万，清醒过来后早就怕了，见我气疯，他跑去厨房将刀拍在了桌子上，又直挺挺跪在地上，给我磕了3个响头。老婆，我知道我这次对不住你，可你要真去赌了，家里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真的错了，我把手砍了，你别去行吗？说着，他红着眼眶拿起了桌子上的菜刀。我夺过他的菜刀，心底也微微有些酸楚。老公其实并不好赌，是过年的时候亲戚一直劝着玩2把，他才上的桌。谁知道一晚上的功夫，不但输了存款，连新买的车子都搭进去了。你也知道家里什么都快没有了，你能玩的东西，凭什么老娘不能玩？看着神色怔忡的老公，再看看手里的房产证，我继续冷声回怼：
强硬的态度让老公更加后悔了。偏偏这个时候，家里的门铃响了。本想劝我的老公，见我面色不愉，只能打住交流，跑去开了门。没过多会，昨天劝老公上桌玩的2个亲戚缓步走了进来。他们边走边打量着房间里的不敬，眼底的贪婪更是丝毫不加掩饰。昨天喊他喊得最欢的罗庄，还揽着老公的肩膀揶揄：“罗年哥，正好年还没过完，咱们再玩2把呗，3缺1呢？不，我不玩了。”看着桌子上的刀，还有我手上的房产证，老公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。细心的罗庄注意到这点，立马也看到了我手上的房产证。哟，嫂子，你怎么还拿上房产证出来了？罗庄是罗年的堂弟，伙同旁边的罗天禄一块，是出了名的混不吝。这游手好闲2人组脸皮又厚，嘴皮子也挺厉害。向来憨厚又耳根子软的老公，会被这2个人哄着上桌，倒也不奇怪。我看着2人，冷笑道：“我这老公为了玩，把存款和车都搭进去了。我女儿的眼睛再不治就要瞎了，好不容易求爷爷告奶奶约好了医生5天后进行手术，现在钱却没了。他不是喜欢玩吗？我手里就剩这张房产证了，上百万的赌局。我也想玩玩看到底有多好玩，反正我女儿要是瞎了，我也不想过了。”看我这不高兴的样子，罗庄2人对视一眼，却是乐疯了。他们就是听说罗年这2年买了新房才找上门来的，没成想话还没说出口呢，我先提出来了。而且一看就是我跟罗年赌气做出来的举措，恰巧我做的是正中罗庄下怀，他自然也没有拦着我的道理。他笑眯眯地劝道：“罗年哥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嫂子就是想玩玩，有什么错的？万一给你赢回来了呢？”老公听完就急了：“你嫂子嫁给我以前就没玩过牌，她就是跟我闹脾气，怎么能真房子拿去赌？”我当时就火了：“你玩的我就玩不得了。再说我拿房产赌，罗庄不得也跟我拿一样的东西，都是赌，怎么就不行了？”罗天禄适时从兜里摸出一张房产证，笑着应和我的话：“就是一张房产证而已，万一嫂子给你赢回来了呢？”为防止我反悔，罗天禄一把夺过我手里的房产证道：“走，嫂子，小弟带你过去玩几把。”说着，2人拉上我老公一块，来到了一家麻将馆里。这是我和罗天禄认识的一个兄弟开的小馆子，玩什么的都有。除了一些赌徒外，还有不少亲戚也在这玩。顺着罗庄的手指方向，我确实看到了不少亲戚。这馆子倒是不错，布置的也挺好，还安了监控什么的，一看就做得挺好。我环顾了下四周，不吝啬地夸奖着兄弟2人。不少亲戚注意到我们后，也都过来跟我们夫妻闲聊，知晓我要跟罗庄对赌。众人唏嘘之际，全都围过来看起了热闹。除此之外，也有一些赌徒也围过来了。嫂子，你想玩什么？瞧我这记性，忘记嫂子你没玩过了。我们这有炸金花、同花顺，还有骰子。这个游戏规则，我给你稍微介绍一下。罗庄轻车熟路地坐在庄家的位置上，开始给我介绍规则。我稍微了解规则，不由得有些诧异。按照他的描述来看，他们玩的金额并不大，大多都是100-200就顶天了。怎么罗年一天晚上就输了100多万？意识到有些猫腻，我心下微沉。你说那什么炸金花、同花顺，我听的是脑子都懵的。要不你跟我玩骰子吧，就比大小吧。我头昏脑胀地说了句。罗庄自然不会不同意，摇骰子比大小在很多人看来都是运气局，但实际上只要是玩这行的老手，想控制点数那都是机操操作。回想起罗年家里头那些明亮好看的布局，罗庄眼里闪烁出了贪婪之色。行，那就比大小吧。我坐庄，只要姐的点数赢了我，那就是你赢，哪怕数目同等，那也是我输。你看行吗？罗庄说完，亲戚们都露出了诧异的神色。一般来说，同等大小，基本都是庄家在赢。罗庄这是在给关文军放水呀。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我这个房产证
怎么才能换成筹码？我点点头，利落地将房产证拍在了桌子上。亲戚们看着明晃晃的房产证，全都倒抽了一口凉气。关文君看来真是被罗年给气疯了，可不是吗？有这套房子在，就是卖了也比在这赌了强。这房子是我跟罗年这2年买的新房，市价最起码已经升值到200万了，更别说我们夫妻工作稳定，有存款，又买了新车，日子在村里头都还算过得不错的了。这个可以先找我兄弟做抵押，他会给专门的筹码。在罗庄兄弟操作下，我拿到了代表不同数值的筹码。既然换好了筹码，咱们就先小玩2把试一试。不过比大小2个人玩差点意思。罗天禄，你跟嫂子组一块吧，只要你们其中一个赢我，就算我输了。见罗庄又故意放水，周遭又传来了惊呼声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游戏便正式开始了。罗庄和罗天禄显然都是老手，不到2分钟的功夫就都摇好了骰子。我有些新奇的将拿着到手的骰子扔手里把玩了2下，这才略有些无趣的扔进了里头，随便甩了甩收尾。嫂子，开始比大小就不能再动了，你确定摇好了吗？确定摇好了，现在可以开始下注了吧？罗庄2人捕捉痕迹的对视一眼，点点头，自然是可以的。嫂子，你准备下多少？不是说开始封顶是200吗？那就先下注个200吧。开局第1把，罗庄2人想也不想就跟了。买定离手后，庄家罗庄打开了自己的骰子。庄家234，嫂子，该你们了。罗天禄的点数是345，我的则是123。要不是罗庄先前定下的规矩，这开局的第1把我就输了。嫂子的数虽然比我的小，但罗天禄的比我大。这把就算嫂子赢了，托了罗天禄的福，第1把我还小赚了一点筹码。很快，第2把又开场了。不知道我的手气是不是真的挺差，每次开牌我都比罗庄小。要不是罗天禄，这会我已经输了几千了。怎么这个就一直在输啊？比大小我根本比不过呀！能不能换个规则？连续输了10几次，我的脸色变得格外不好看。罗庄倒也没生气，那嫂子想怎么玩？比大小我运气不行，太精准了。不是还有个猜大小吗？你们摆个盘，我靠猜总能猜对吧？老公一听我这话，瞬间面如煞白的拦住了我。老婆，你连比大小都比不过，猜怎么可能猜得准？要不咱们不玩了吧？我不满地甩开他的手。你不是也玩得挺开心的吗？到了我就不给我玩了。罗天禄从旁帮衬道：就是啊，罗年哥，你昨天还玩得挺高兴呢，到嫂子这你怎么还拦着了？不过只猜大小确实没什么意思。嫂子，这游戏规则咱们要不再变一变？我顿时来了兴致，还能怎么变？给我讲讲呗。猜大小毕竟是运气局，这100-200的玩法，输输赢赢总是没什么意思。这样，咱们上边不封顶，只要嫂子想跟多少都行。罗年惊得赶忙拉住了我的手，低声恳求：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以后真的不赌了，你快收手吧。再输下去，咱们家日子可怎么过呀？他们在做局呀！去你妈的，胡说八道！罗天禄一听，站起来给了老公一脚，又不是你赌，再放屁，小心我收拾你！老公被踹翻在地，惊慌地看向我。对，我就要玩，你别扫兴。再说我钱都砸了，不投进去大的，怎么把钱赢回来？看着老公这副凄惨的样子，我故作上头，这下他彻底绝望了。周围的看戏的人们也全都沉默，说着造孽、可怜、疯了之类的话，而我老公则是完全陷入呆滞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后悔、自责，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今天这场赌局，一方面是要给他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，另一方面也是赌到现在，我也摸清楚了2人的手段。前面要是不输狠一点，这俩人怎么会跟下去？真正的局是谁在做，还不好说呢。这场赌局才不过刚刚开始，我手头还有这么多筹码呢，快带我长长见识。看着面前的大、小、豹子的字样，
我表现得格外跃跃欲试。嫂子第一次玩，咱们规矩就跟先前的差不多吧。不管是你或者罗天禄，赢了我，筹码平分；输了，就自然筹码就归我了。没问题，猜大小而已。我还能猜不准吗？因着没有封顶的上限，我的出手变得更大了。10几场下来，我手里的筹码肉眼可见的少了一小半。可细算起来，半个小时不到输光几十万的速度，也可以说得上是恐怖了。我这运气也太差了吧！我沮丧地看着面前的筹码，兴趣顿时减去了大半。罗庄两人面皮不由自主地抽了抽，心下对我也是暗自服气，他们都偷偷放不少水了。每次压的时候，我愣是没压中，就没见过运气这么差的赌徒。对了，豹子我还没压过呢，这下总不会错了吧？我自以为小声地嘟囔了一句，听到声的罗天禄眼皮微动，右手捕捉痕迹地做了个微妙的手势。罗庄会意，立马开了个新局。豹子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中？我还是压大吧。我买定的手一顿，又迟疑了一下，转到了豹子的那边。罗庄看着我这架势，没忍住问道：“嫂子，你这是选好了？选好了就选，小八，你开吧。”我的手在豹子那边虚晃了一下，又绕回大的那边了。罗庄应声开了头子，明晃晃的豹子几乎闪瞎了所有人的眼。嫂子，你要是刚选豹子多好啊！罗天禄哎呀一声，眉眼带上了些许笑意。这一把下来，我本就不多的筹码至少又去了1/3。1个小时不到的时间，我最起码已经输了100万进去了。老婆，要不别玩了吧？剩下的钱，咱们还能给莹莹治眼睛，日子总会好的。看着我这块倾家荡产的架势，老公没忍住出声劝起了我，旁边的亲戚也都跟着劝说了起来。是啊，文君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你又不会赌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再赌下去，你家就真倾家荡产了。我顿时就火了，这100多万都砸进去了，我肯定能回本的。你等着，我上个厕所就回来继续赢。我离席走人后，刚还在旁边做看中的众人立马围住了我老公。罗年啊，你就这么看着你老婆输，她再这么输下去，你们家可怎么办呢？没记错的话，你女儿今年好像还要动手术来着，这眼睛要是再不治，以后瞎了可怎么办啊？罗年听着他们的话，嘴角发苦，更是后悔不已。他当时不听罗庄他们的劝上赌桌玩该多好啊！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药。上完厕所，我很快又回到了赌桌上，来继续玩，这次我肯定能赢。老婆，罗庄挣扎着开口，却被我冷眼瞪了回去。继续开，到现在为止，我的筹码已经输的只剩下10几万了。罗庄乐呵呵地看着我上桌，又开启了新的一轮。我记得这个是规则，是上不封顶的吧？看着摇好头子的罗庄，我问出了这么一句话。罗庄诧异的点点头，是这么回事。嫂子，你要玩把大的？当然要，我100多万都砸进去了，要是一把能回本，我岂不是赚翻了？看得出来，我这会已经十分上头了。一直陪我玩的罗庄、罗天禄两人不着痕迹的对视一眼，眼底皆是笑意。嫂子说的是，那你开始下注吧。罗庄松开放在头子上的手，我也顺势将所有的筹码放进了豹子那。关文君，这是打算赌一把大的呀，10几万的对赌，这要是输了，罗年就真完了。赌气也不是这么赌的呀！亲戚们惊呼出声，连罗年也都露出了惊慌的神色。老婆，别赌了，我求求你了，莹莹的手术费还没着落呢。我不满地皱了皱眉，你别慌，我肯定能回本。罗庄，你可以开了。罗庄没有动作，只是笑眯眯的道：“嫂子，你这10几万上桌，输了可就没资产了。你确定要这么玩？”我不满地一拍桌子道：“确定，赶紧开，我就不信我这把不能翻盘了。”罗庄住了嘴，反手打开头子，235，我又输了。老婆，我们家的新房输没了。罗年惨白着脸色询问，我脸色不悦的冷声道：“慌什么？
不是还可以借钱吗？借钱那不得贷款，罗年这老婆怕是赌疯了呀！围观群众轻叹，老公已经急得给我跪下了。老婆，咱别玩了行吗？钱没了可以再赚，我会好好工作挣钱的。你少废话，要是不把钱挣回来，赶紧去借钱。要是不能翻本，莹莹的眼睛怎么办？听到女儿的小名，罗年没再吭声，老老实实去借款了。没多会，30万的借款再度被我换成了筹码，放在了桌上。来，继续开，我肯定能把房子还有莹莹的手术费给赢回来。我掷地有声地说着，亲眼看着罗庄摇好头子，将30万分作2批，分别往大和小那个投了15万。毕竟豹子的概率实在太小了，无论是哪个选项，我肯定稳赢的。不是，嫂子，哪有同时下2种注的？看我这操作，罗庄有些哭笑不得。这其中一份算罗天禄的，他这次不投，看得出来我确实是有点输怕了。行吧，那这局就按嫂子说的来吧。罗庄微微眯了眯眼睛，轻叹了口气，拍了拍桌子道：“骰子打开，3个6呈现在了我们眼前，居然是豹子。”刹那间，惊呼声传遍了整个房间。嫂子，你输了。罗庄笑着说完，弯腰收取桌子上的筹码，揽在了怀里。我拦住他，似笑非笑道：“慢着，罗庄，你不会是在做局坑我吧？我大和小都买了，怎么这么偏偏摇出来的是豹子？”过年那会被罗庄罗天禄哄上桌的人并不在少数，还有一部分赌徒因为和罗年一样赌得太大，不仅有家不能回，还面临着妻离子散的局面。一听我这话，众人尽皆跟着起哄了起来。就是啊，关文君一直都没赢，每次还总是输，不会是你们做手脚了吧？再差的运气也不至于一把没赢吧？你们是不是出老千了？面对罗庄突如其来的，罗庄并没有露出慌乱的神色，他淡定自若地看向我：“嫂子，污蔑人是讲究证据的，上桌的人都知道，玩骰子靠的就是运气。嫂子既然怀疑我们做局，还请你拿出证据来。毕竟从我们上桌开始，大家就都在这边看着呢。我上哪做局去？”罗庄姿态坦荡，有理有据，看起来不像是会做手脚的人。一时之间，他们也有些不大确定了。我顿了顿，看向墙角那的监控道：“这不是有监控吗？你让我们查查就知道了。”查监控？罗庄笑了。要是真查监控就能查出来，他就白混这么多年了。不过要让我查监控也不是不可以。想到我那狗屎一样的运气，罗庄眼底掠过一抹一瞬而逝的贪婪。查监控也不是不可以，可要是证明我们没做手脚，嫂子你怎么赔偿我的精神损失？据我所知，嫂子你已经也没钱了吧？我没钱而已，借就是了。我无所谓的摆摆手，继续道：“再说，除了这个，婚前我爸妈还给我留了一套老房子，那房子现在价值最起码也有个10来万，房产证就在我家放着。要我输了，这些都归你。”老婆，罗年急了，我冷声道：“你少管我，反正10几万也没法给莹莹做手术，我肯定能把本拿回来的。”说着，我已经自顾自地借钱去了。看着我这阵仗，罗庄笑呵呵的道：“行，罗天禄，你去跟兄弟智慧一声，让他给拿电脑过来，正好让大家伙一块看看咱们到底有没有做手脚。”很快，众人在罗天禄的招呼下，和罗年一起看起了监控。到现在为止，我已经赌了差不多有2小时了，就算监控快进着看，也需要时间。眼看我借好了钱，罗庄笑眯眯的道：“嫂子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要不咱们继续？要是真查出来了什么，这么多亲戚在，你还怕要不回钱吗？”我看了眼围在笔记本那的亲戚们，再看看空着的赌桌，心底也有些异动。行，我那房子估值大概是16万左右，你也给我换成筹码吧。要是我输了，你们直接跟我回去拿证就行。罗庄爽快地应了下来。因着这边又开桌的缘故，围观的人分成了2批，一批跟罗年盯监控查看罗庄是否在赌局中做手脚，
一批则跟过来看起了我堪称孤注一掷的最后赌局。这次加上贷款和抵押老房子的钱，我一共拿到了66万的筹码，加上200万的房产抵押，以及罗年的30万借款。今天的赌局我差不多砸了300多万进去。嫂子，既然你怀疑我们做手脚，那这庄家就给你做吧，免得你觉得我们做手脚。罗庄将我拉到庄家的位置上，自己则坐到了我的位置上。不过这次罗天禄就不参加了，就我跟你吧，免得我们2个人一块猜，好似欺负了你一样。听着罗庄的话，先前怀疑过罗庄的人心下还有些愧疚。行啊，我就不信我还能输了去，怀疑你也算是我不对，咱们也别磨磨唧唧的。我这还有66万，我就跟你赌一把，要是我输了，钱全归你；要是你们真被查出做手脚了，从我这坑的钱可都要全给我还回来呀！这么多亲戚在呢，又是一把定输赢，亲戚们没忍住惊呼出声。罗庄笑呵呵的道：“行，要是真查出来我做了手脚，这些钱自然是要给嫂子和罗年哥还回去的。”有了罗庄的保证，新的赌局再一次开场了。罗庄沉吟了一会，见我摇好头子，拿出跟我手里同等的筹码，放在了大上。嫂子，你可以开了。我点点头，正准备开的时候，罗年面色微沉地走过来了。他正准备跟我说话，看着桌子上的筹码，脸色又是一个惊变。你们又开了一局？是啊，罗年哥，监控查得怎么样了？罗年闷声答道：“监控没有问题。”我听了挺纳闷，监控没问题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不至于运气这么差呀。说着，我转头看向罗庄，这个麻将馆一般几点开门？这座老千的方法听说千奇百怪，你不介意我多查点监控吧？不介意，嫂子尽管查就是。这家馆子基本是9点开门营业的。罗庄对我的做法丝毫不介意，反正他做的手脚，监控根本查不出来。行，那就从9点开始查起吧。我赶走了罗年，让他继续去查监控，我自己则打开了骰子，上头显示455，我输了。我垂头丧气地松开手。罗庄笑眯眯地道：“嫂子，我说了，这玩骰子就是靠运气。从这个情况来看，我的运气应该是蛮好的。”说完，罗庄正准备起身拿我面前的筹码，怎料他刚起身，就听到罗年那边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。这是怎么了？罗天禄有些诧异，他转头看过去，就见罗年和亲戚们以及赌徒们满脸愤怒地朝他们这一桌走了过来。怎么看起来情况不对劲？他们做的手脚应该不会被发现才对。略微慌了2秒，罗庄很快镇定了下来。罗年，叔叔们，这是怎么了？说起这事，亲戚们的脸色变得更沉了。你好意思问我们怎么了？你们跟关文军的对赌确实是没做手脚，可你们在骰子上做手脚了，这是把我们这群人当傻子玩啊！就是要不是文军非要查监控，我们这群人的血汗钱就真要被你们给坑没了。还钱！还钱！亲戚们群情激愤地大吵了起来，整个麻将馆的赌徒都被吸引了过来。叔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讲啊，不然我就告你们诽谤。罗庄显然还是懂点法的，张口就是一阵吓唬，但他这话显然激怒了那人。行啊，那你去告啊，这里几十号人的钱说不定都被你做局坑了，我看你告不告得完。刹那间，周遭的赌徒全围过来了。等会，各位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罗庄罗天禄看着这阵仗，立马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没在骰子上动手脚啊，还死不承认。罗年，让他们看证据。罗年拿着电脑调出监控画面中，罗庄罗天禄2人嬉皮笑脸的进门没多久，就来到了我所在的赌桌上。随后，2人从口袋里拿出骰子，将头壶里原来准备好的骰子给换掉了。可见这头壶里的骰子是有问题的。我就说文军怎么一直输呢？感情是你们在赌桌上做了手脚。还钱不只是关文军夫妻俩的钱，你从我们这坑的钱也得给我们还回来。亲戚们各自家底都不差，
过年这会图个玩乐，却被人给坑了，个个脸色都不大好看。看热闹的赌徒们看到这也都群情激愤不已。我就说我怎么一直输呢？说不定他们还做了别的手脚呢！快还钱，不然砸了你这破馆子！罗庄罗天禄看着视频上的证据，当即皱了皱眉头。这个监控是假的，我们的头子根本没有换过。不信你们可以检查，检查个屁检查！我们哪知道检查什么？还钱！不还钱，老子今天打死你！好几个输的裤衩子都没了的赌徒，听说自己被做了局，全都红了眼睛。至于赌输了的亲戚们，也都纷纷出声起哄。一时之间，偌大大厅里的人全都有意识地围住了罗庄罗天禄二人。罗年看着围绕住自己的众赌徒们，不由皱了皱眉头，斥责：“闹什么闹？这视频是假的，你们赌输了是你们运气差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而且你们别忘了，老子背后也是有人的。”到了嘴的肥肉，罗年自然不想就这么吐出来。然而他这话却是直接把群众的怒火给点燃了。不还，我就打死你！反正我也活不下去了。也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，整个麻将馆变得混乱了起来。啊，我背后可是有人的，我兄弟知道了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快停手啊！再不停手啊！我的手断了，我的肋骨断了。老公趁乱拉开了我，远离了些。数个人围着罗庄二人一顿输出，打得两人声音都快发不出来了。可见输光了的赌徒明显都用出了极大的力道。罗庄两人要是真不打算还钱，怕是真要被这群人给打死了。等一下，他不给我给，别打了！罗天禄最先扛不住，但他出生的还是太晚了，整个人头破血流的样，看着凄惨极了。你呢？众人看向罗庄，罗庄鼻青脸肿的，也没好到哪去。我也给。他肋骨都被踢断了，再不同意，估计真要死到临头了。有了罗庄的配合，还钱的流程自然也进入了最后环节。让所有人没想的是，平日里游手好闲的罗庄两人，在过年这会居然靠哄人上桌赚了将近1000多万。更有部分亲戚跑过来哭着感谢我：“文君啊，虽然你运气不大好，但是还好你细心，不然输也没这么多钱。这点钱就当输的一点心意，你买点补品给莹莹吃哈。对，文君呐，你这运气，今后就别赌了。伯伯我也不赌了，10赌9输，伯伯算是悟了。”那回钱的亲戚们纷纷大彻大悟，连我老公也是非常认同的点了点头，并跟我郑重发誓：“老婆，我也再也不上桌了。要我再上桌，你就拿咱家桌上的菜刀把我手给砍了。”人声鼎沸的麻将馆彻底冷清，罗庄罗天禄连门都顾不得关，便逃也似的离开了麻将馆，不知去向。而我也和老公也开着拿回的车，回到了自家的新房里。他坐在沙发上，心有余悸道：“老婆，还好你让我查了监控，不然咱们家就真的完了。监控是假的，我趁上厕所的时候入侵了他们的网络，把提前准备好的视频覆盖上去了。只需要找个类似的视频，换个脸和场景，配个声音就行。”我看着老公翻了个白眼，对于高级程序员的我来说，轻而易举，更别说罗庄他们确实做了手脚。只不过他们这是做的极其隐蔽，没点眼力的人根本查不出来，监控也查不到，否则罗庄他们也不会在发现视频后这么硬气的威胁人。可惜他们误判了人心，忘了一个输光了的赌徒暴起的恐怖。老公有些惊奇：“那你敢上桌赌玩这么大，是不是因为你家里教了什么技术之类的？”我被他的脑补气笑了：“你不是知道我不会赌吗？都到那种时候了，那些人怎么可能在乎视频的真假？我只不过是在赌那些人看到视频后，一定会趁机让罗庄他们还钱而已。说白了，这是个十足的阳谋。还好，这次我赌赢了。我赌的不是牌，是人心，赌的就是那些输了钱的人不甘心。所谓证据，只不过是给他们一个发泄的理由。哪怕这个理由看上去不那么完美，
但这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，谁也不会放过。回想起罗庄兄弟的惨状，老公吓得冷汗直流。老婆你真狠，太敢赌了。狠，我皮笑肉不笑的道。说起来，罗庄他们也算是给我启发了，下次要是再被我发现你赌，我也这样收拾你好了。别，老婆我错了，你今天也辛苦了，我这就去买点好吃的，再亲自做顿大餐，犒劳老婆大人您的辛苦。次日，老公看着家族群发来的消息，面上满是震惊。老婆，罗庄罗天禄这辈子算是完了。我正吃着饭呢，听到他的话还有些诧异。怎么了？昨天晚上的事情被传出去后，当天晚上就有人摸进了他们家里，把人打了一顿。罗年他们没看清人是谁，但手和脚都差不多废了，即使抢救过来了，也只能坐轮椅出行了。大家都说是前几年被他们坑害了，输光家产家破人亡的几个年轻人。看到这，老公只觉得心中一股恶气格外舒畅。要不是我拿回了家里的财产，这个家肯定也已经分崩离析了。想到早上还软软糯糯叫自己爸爸的宝贝闺女，老公心里更加后悔了。老婆，距离女儿动手术就几天了，她先前不是说想去游乐园吗？咱们带她去玩玩吧。行啊，出去走走也好。女儿得知自己要去游乐园玩，高兴得又唱又跳，家里之后更是一片欢声笑语不断。老公也因着那些变故，对失而复得的温馨更加重视。经过这一遭，家里的氛围变得更好了。我抱着女儿和老公一起去游乐园玩了一天，老公跑前跑后，还拿出珍藏的相机拍了诸多照片。很快，女儿约定做手术的日子到了。经过这几天的陪伴，游乐园的玩耍以及心理疏导，主刀医生发现女儿的状态前所未有的好，并表示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手术的成功率还会大上不少。我没想到心血来潮的选择，居然会得到这种的好结果。老公也不由得大叹我们走了大运。漫长的手术终于结束，护士推着莹莹出来后，医生也将手术顺利的消息通知给了我。陪着女儿康复的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了。女儿出院那天，我高兴地买了一堆彩票玩。回想起我当初狗屎一样的运气，老公没忍住出声调侃我：“老婆，要不还是我来吧？”去你的！我白了他一眼，捏着女儿的脸颊，笑眯眯的道：“今天妈妈就借着我家莹莹的光，开个大奖，去吃点大餐庆祝下。”在女儿甜甜的附和下，我还真刮出来了1000的大奖，老公都惊呆了。老婆，你这是转运了呀？我兑了奖，抱着女儿笑了笑，哪有什么天生差的运气？要是我不一直输，怎么有机会查监控？做局这种东西，做好了就是赢家，做差了就是出千。爸爸当初出千被抓后，就让我发誓再也不碰赌博的，毕竟他那些千竹我很小时候就学会了，而且还青出于蓝，早就超过他了。上了赌桌，我就不可能输，除非我故意。如今虽然没能遵守和爸爸的誓言，但我用赌术救了不少人，这点应该能稍微抵消一点吧。当然，这之后我肯定也不会再碰赌博了，终究是邪门歪道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3个故事。相恋了3年的男朋友出轨了我的绿茶室友，他们理直气壮地站在我面前。江南，我跟乐乐才是真爱。后来2人跪在我面前求我原谅。我开着家里的兰博基尼看着他们。晚了，听说陈月乐新谈了个富豪男友。我刚进寝室，张薇就凑过来跟我八卦。我笑着摇摇头，表示不知情。就在张薇还要继续说下去时，寝室的门被人大力推开。陈月乐像只骄傲的花孔雀，拎着好几件大牌丢在了椅子上。乐乐，这又是富豪男朋友买给你的。张薇一脸羡慕地看着陈月乐。这时，陈月乐眼皮都没抬一下，漫不经心的语气里全是得意。哪有富豪男友，普通人而已，这些小东西随便买着玩玩。张薇摆弄着价值不菲的衣服，脸上堆着笑。乐乐本来也是富家女，什么好东西都见过。说着说着，
他猛然抓起一件白衬衫举了起来。江南，你是不是有一件一样的？你怎么还穿冒牌货？张威这一嗓子喊得我一激灵，还不等我反应，陈月乐嫌恶地将衬衫一把夺过，丢在了垃圾桶里。真是晦气，穿不起就别穿，怎么还有人穿假货？张威听了，在一旁和稀泥。乐乐可别生气，江南又不像你身世那么好，是江氏集团独女，穿点假货也这正常。听完这话，我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。我家什么时候多出来一个女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家家境优渥，可是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低调，所以我很少对外说自己的家事。现在想想，这些刚认识了没多久的室友，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身份。看我没说话，陈月乐以为我理亏了，笑得更加得意。江南，可能你也不是故意的，因为你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大牌吧。不过现在还有机会，你只要跟我道歉，垃圾桶里这件正品就是你的了。看着他的嚣张得意，我差点笑出声，翻身下床，将陈月乐刚才买回来的所有衣服都拍了张照片发给了我的私人助理，并且备注找个快递小哥送到我寝室楼下。不一会儿，我捧着一堆一模一样的衣服出现在寝室里。我朝着陈月乐摆了摆手：“大小姐，这下你的衣服都要进垃圾桶了。”陈月乐铁青着脸气得发抖，最后为了面子，还是将所有新衣服都丢了垃圾桶。看他丢完，我心情大好的上床，然后伸出脑袋朝着强装不在意的陈月乐说道：“大小姐的东西丢了就是丢了，可不要半夜爬起来捡回去哟。江南，你不要以为乐乐这种家庭的人会跟你一样，你对得起你爸妈吗？为了刺激乐乐，你花钱买这些假货。”陈月乐的狗腿立马出声斥责我。我盯着他，摆出一个噤声的手势。在他的疑惑中，我缓缓开口：“你在这狗叫什么？你看那么多大牌进了垃圾桶，都没你一件。要不你来舔我，我给你几件货穿穿。”张威此时已经气急败坏，他转过头看着陈月乐：“乐乐，你为了他的几件破烂丢自己衣服干嘛？我们干脆捡了这些破烂。”说完，他就给陈月乐手里塞了一把剪刀。看着两个人恶狠狠扑向我的衣柜，我笑着拿出手机录了下来。接着我就拨通了报警电话。警察赶到时，陈月乐跟张威还是一脸的满不在乎：“几件假货而已，赔给你就是了。”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将所有衣服的小票递到了警察叔叔手里。警察看了看，开口说道：“这些衣服价值已经超过2万元，你们构成故意损坏他人财物了，是要负刑事责任的。”警察话音刚落，陈月乐就扑了上去，一脸谄媚：“警察哥哥，您再仔细看看，这些都是假货，怎么可能超过2万元？”看着他这副样子，警察嫌恶地后退：“女士，这些都是正规发票，如果您不能拿到江小姐的谅解书，您就会被拘留。”警察的话将陈月乐跟张威惊得一动不敢动。半晌，两人齐刷刷地跪在了我面前，祈求着我的原谅。都是一个寝室的，我也不想深究，很快就签了谅解书，但是要求他们2人照价赔偿。警察走后，张威看着陈月乐，语气怯懦：“乐乐，我不像你家有的是钱，我爸我妈种地很不容易的，你能不能……”听完他的话，陈月乐转头就扇了他一巴掌：“是你递给我剪刀的，你现在装什么可怜？”话音刚落，两个人就扭打在了一起。我微笑着将耳机戴上，拉紧了床帘。当晚，张威就搬离了宿舍。好不容易到了周末，我的傻弟弟江北来学校接我，我蹦蹦跳跳上了他的车。江北看起来神采飞扬：“姐，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。”我惊喜地看着他：“哟，这千年铁树开了花，你也知道找女朋友了？说说什么样的姑娘？”接下来的路程，江北跟我声情并茂地将这位姑娘里里外外夸了个遍。很快就到家了，手机上收到了学校论坛的消息，有人把我上了江北车的照片拍了下来，发到了网上，配文：“有些人不自爱就算了，还卖不上好价钱。”我看着贴主熟悉的头像，
嘲讽地笑了笑。我爸管得严，这小子的车就没有超过10万的。叮叮叮，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是我男友安进打来的。江南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说你这周回家吗？你怎么还上了别的男人的车？我跟男友安进在一起3年了，感情还不错。我柔声地解释着。阿进，你别误会，这是我弟弟。我话音刚落，电话那头的声音明显提高了几个度。江南，你怎么从来没告诉过我你还有弟弟？你们家2个孩子，你不会是伏地魔吧？楠楠，快来吃饭！妈妈的声音传了过来，因此我并没有跟安进好好解释，匆匆挂断了电话。吃完饭，回到寝室，陈月乐一脸的幸灾乐祸。我冷冷地将手机摆在了他的面前，删帖道歉，不然我告你侵犯我肖像权。陈月乐的笑容立刻就凝固住了。江南，你是要靠着讹钱发家是吗？我笑着耸了耸肩，没办法，我这种穷人只能靠着你们这种低质假大款活着了。对了，衣服钱你再不还我，我还得起诉你。听完我的话，陈月乐出乎意料的痛快。这点钱，也就是我男朋友给我的零花钱，看把你急的。看着到账的钱，我死死地盯着的他，删帖道歉，不然老娘还报警。陈月乐见我十分强硬，掏出手机，愤愤不平地删除了帖子。第2天，安进约我一起吃饭，我特意打扮了一下，开开心心出门。出门前，陈月乐阴阳怪气，真羡慕你们这些穷人的爱情，吃个饭也能这么开心。我懒得理他，转身就出门了。安静见到我，皱了皱眉头，没有说话。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我直接问出了口：你怎么了？阿进，江南，你没什么想跟我解释的吗？我被他问得懵懵的，还没等我说话，他继续说道：你竟然还有弟弟，你知不知道这种情况我们的压力会多大？我很快就明白了安进的意思，急忙解释着：我弟弟已经成年了，我爸妈负担得起。江南，你幼不幼稚？独生子女跟有个弟弟能一样吗？给我点时间，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关系吧。安进说完，转身就离开了，丢下我一个人在风中凌乱。很快就到了学校举办的校友会，陈月乐提前几周就开始准备衣服饰品，看着她满身的大牌，活脱脱一个富家女形象。每年的校友会都是安进跟我一起参加。我在开始前拨通了安进的电话，可是显示对方无人接听。进入宴会厅，我百无聊赖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。这时音乐突然停下，台上的主持人拿着话筒字正腔圆：今天有一位男士想要在这个时候表白，让我们共同来见证。随着灯光的闪烁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舞台上，是安进。他穿着笔挺的西服，面带笑容。这时主持人将话筒交到了安进手里，请这位先生亲口邀请心仪女士上台。我眼含着泪等待着主持人公布我的名字，陈月乐这3个字一出，我整个人都惊讶得无法动弹。但是我很快就从这种情绪中挣脱出来了。台上的陈月乐一脸娇羞，激动的全身都在颤抖。安进深情款款的表白，台下的同学很快就发现了问题，这不是江南师姐的男朋友吗？他们什么时候分手的？听说这个陈月乐是富家女呢，身世特别好。安进听说也是公子哥，1个月生活费就4万，真是可怜江学姐了。可是也没办法，结婚还是得门当户对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陈月乐在接受了安进的表白后，竟然毫不惭愧地站在了我面前。他假惺惺地看着我：楠楠，感情这东西没办法勉强，更何况你跟阿进本就门不当户不对，所以你不要生气了。我笑着抬起头看了看安进，见我盯着他，安进缓缓开口：江南，是你先骗我你是独生子女的，而且我很早就喜欢上乐乐了。在一片唏嘘声中，我夺过主持人手中的话筒：我祝你们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另外，你们会为了今天的决定付出很大的代价。我说完这句话，转身潇洒离开。回去的路上，
我给助理打去了电话，从今天开始取消对安进的资助。大小姐，已经完成。听到那边的回答，我满意得点了点头。安进是山里的孩子，费了很大的劲考上了大学。刚入学的那年，我对他一见钟情。看着他节衣缩食的样子，我十分心疼。于是，为了照顾他的自尊心，我以好心人的名义对他进行资助，每个月打4万元生活费。没想到，我用了3年时间养了一头会咬人的狼，如今没了钱，我看你们还怎么嘚瑟。很快就到了给安进生活费的日子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助理就接到了安进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安进语气几乎是在咆哮：“我这个月生活费为什么没按时到账？赶紧给钱！”听着这狂妄的语气，好像是我欠他似的。助理欲言又止：“大小姐，您可真是养了只白眼狼，把他所有联系方式拉黑。如果他再骚扰你，你就发律师函。”助理得到了我的授意以后，事情办得十分利索。当晚，陈月乐躺在寝室跟安进煲电话粥，语气黏腻：“阿进宝贝，我喜欢的那款包包，你什么时候买给人家呀？宝宝，你真讨厌，你这么大声音，让楠楠听见了不好。”我坐在床上默默翻一个白眼。这时，我的冤种弟弟打来了电话：“姐，那姑娘同意明天跟我一起吃饭了，你快帮我看看，我明天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？”看着弟弟的笑脸，我很快就忽略了旁边的贱男贱女，开始专心帮弟弟选衣服。陈月乐一早就出门了，我一个人在寝室十分舒服惬意。闲着没事儿，我给弟弟发去了微信：“臭小子，第一次吃饭，找个好点的餐厅，带个礼物，不用太贵，但是要用心。”弟弟收到信息后，马上秒回：“放心吧，老姐。”我带他来了我们常去的那家西餐厅。我在屏幕这头欣慰的点点头，这小子终于开窍了。看着阳光明媚的天气，我突然冒出来一个小心思，我想去偷偷看看江北这个臭小子喜欢的女孩到底什么样。我很快就收拾好，出门打了车，直奔我们常去的那家西餐店。果然，在餐厅的一角，江北笑眯眯地盯着对面的女孩。我憋着笑转到了另外一面，等我看清女孩的脸时，我惊讶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是陈月乐。原来江北夸得天花乱坠的女生，竟然是陈月乐。看着那臭小子被人骗了还不知道的傻样，我气得直拍脑袋。陈月乐怎么这么阴魂不散，还勾引上了我弟弟？我不动声色回到了学校，很快就收到了江北的电话：“老姐，姑娘约我明天看电影，你说是不是有戏？”我默默地叹了口气：“你不会这么快就把你是江氏集团的继承人这件事告诉人家了吧？”在得到对面否定的答案后，我稍稍放下了心。陈月乐晚上回来的时候，手上多了一条价值不菲的手链。看他进来，我就开始了我的演技。我假装把电话打给了江北，语气中带着哭腔：“江北，你怎么又没钱了？什么？你给女朋友买手链了？你知道咱们家什么情况？你还这样？”我偷偷瞄着陈月乐，他果然被我的话吸引了。递章，付费部分。等我挂了电话，陈月乐突然跟我搭话：“江南，听说你还有一个弟弟，你弟弟叫什么名字呀？不会是叫江北吧？”我假装惊讶地看他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弟弟叫江北？”陈月乐笑着打哈哈：“瞎猜的，一南一北呗。不过我们姐弟2个名字都很常见的，重名的特别多。”我故意说道。果然，第2天，陈月乐放了江北的鸽子，去跟安进约会了。我跟安进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总想着帮他省钱，现在拿着我的钱，竟然在养别的女人。我被从前的自己狠狠蠢到。不过，看陈月乐这种消费方式，他们2个早晚坐吃山空。只是我低估了陈月乐，她这个捞女根本不过江北家世好坏，只要能骗出钱来，她就下手。看来我不出手是不行了。如果硬生生告诉他真相，这臭小子肯定遭不住，那就只能让他自己看清陈月乐的嘴脸了。江北这小子虽然恋爱脑，但是特别听我的话。我给他出主意：“小北，
你跟你女朋友感情好的话，迟早要结婚，你得测试一下女孩的真心。江北笑得十分狂妄。乐乐是什么样的女孩子，我最清楚。老姐，你就等着打脸吧。终于在我把江北银行卡冻结的第2个月，陈月乐提出了分手。江北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姐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安慰着他，将事情得经过讲给他听。这小子听完后，满腔怒火。老姐，他骗我就算了，竟然还抢你男朋友，我不会让他们好过的。我安慰着江北的情绪，趴在他耳边耳语几句。江北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。赶上中秋节，班长提议要举办一场聚会，可以带着家属。当晚，陈月乐果然带着安进来了。他笑意盈盈，穿的依旧全是名牌。班级里的同学都簇拥着他们，夸他们郎才女貌、金童玉女。陈月乐得意地看着大家，大家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不过阿进对我是真好，每月大部分生活费都用来给我买礼物了。而且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，我们马上就要去领证了，酒席要晚几个月，大家一定要来。那是乐乐你值得，安大公子这么做，你自己本来就有资本。听说你是江氏集团的独生女，这场婚礼的多盛大。同学继续恭维着陈月乐。这时有人提出了疑问：乐乐，你们陈家的公司怎么叫江氏集团呀？面对着提问，陈月乐明显迟疑了一下，然后笑着开口：我爸爸是个宠妻狂魔，我妈妈姓江。我听着白眼都要翻上天去了，真是同姓不同命。我们班江南也姓江。随着陈月乐的狗腿说出这句话，整个房间都发出爆笑。哎呀，你们不要说南南了，他也很不容易的。陈月乐随后假惺惺地说着。我笑着端起酒杯，走到了他们面前。我哪里能跟乐乐比呢？我们乐乐温柔善良，最会抢别人男朋友了。还有也是我当初眼瞎，什么阿猫阿狗都看得上。如今我还是得谢谢乐乐帮我收走了这坨垃圾。听完我的话，安进铁青着脸：江南，当初是你先骗我的，你骗我你是独生子女，结果你是个伏地魔。我险些笑出声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是窝囊吃软饭吧？看着我轻蔑的眼神，陈月乐急忙维护：就你的家庭条件，还能让阿进吃软饭吗？你也不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？是呀，你们两个是富家千金跟公子哥的爱情故事，那这顿饭你们两个来请不过分吧？我坏笑着吆喝着。大部分同学开始起哄，陈月乐立马用手对了对安进的腰间，看安进不说话，他尴尬地开口：这顿饭我男朋友请，大家随意来哈。看着面露难色的安进，我想我猜的没错，安进手里的钱应该是快要花完了，所以他才这么着急跟陈月乐这个假千金真捞女结婚。而陈月乐也相信了安进是公子哥，却不知他只是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。聚会要结束时，我笑着提议：乐乐，听说江氏集团在江边有一套独栋别墅，你有时间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呗？陈月乐显然不知道这栋别墅，他支支吾吾：那栋别墅现在租出去了，有机会再带你们去。我伸出手，将手机摆在他眼前：你看，你这别墅还挂在软件上呢，正好明天还没人订，你就带我们去看看呗。我用着央求的语气，同学们见状立马扑过来看我的手机。乐乐，你家这别墅真大真漂亮，日租竟然就要1万块，就让我们去见见世面吧。是呀，乐乐，这别墅不光有泳池花园，还有游乐场呀，真羡慕。随着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，借着酒劲儿的陈月乐很快就答应下来了。我在心里偷偷笑着，暗暗后悔，早知道就让助理标价3万了。聚会结束后，助理就发来了截图，别墅有人预定了，预定人是陈月乐。第2天，同学们就相约打车到了别墅。陈月乐早早就到了，在别墅里穿着睡衣，俨然一副女主人模样。看着她装腔作势，我觉得十分滑稽。同学们在偌大的别墅里东瞧西看，
陈乐乐挨个房间讲解着，怪不得陈月乐今天早上3点多就出门了，原来是提前来熟悉房间了。玩了一阵以后，大家都肚子饿了，陈月乐点了一桌子外卖，看着这么多吃的，我就知道陈月乐心里都在滴血。吃饭时，陈月乐笑盈盈地看着我，楠楠多吃点，你吃这些得机会不对吧？今晚我给你安排一个大房间，没准你这辈子就能住一次这样的别墅呢。听着他得嘲讽我不以为然，咧着嘴笑。我想住在2楼的第4个卧室行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没问题。陈月乐爽快地答应了。大概10秒钟以后，我突然惊呼：不对呀，乐乐，2楼就只有3个卧室，这是你家，你怎么都不知道有几个卧室呢？我们家这么大的别墅，可不是你家的破砖烂瓦，这么多房间我怎么记得清？陈月乐像是被人戳中痛处一般，朝我嚷嚷。我哦了一声，没有继续说话。大家吃完饭都聚在一起玩游戏。这时，门外开来了几辆兰博基尼，前面的人在进屋后，陈月乐的表情突然惊恐起来。没错，这个人就是我弟弟江北。这臭小子今天穿着一身笔挺的定制西装，梳着一丝不苟的发型，看着着实有霸道总裁那味儿。他直接走到了我的身边，叫了我一声姐。我咧着嘴笑了笑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弟弟江北，也是乐乐的。我故意把话说了一半，同学们的眼中全是探寻。安静皱着眉头看着陈月乐，似乎在等个答案。我弟弟自然地走到了安静面前，伸出了手：兄弟你好，我是你前辈。或许也不能这么说，我跟陈月乐小姐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应该已经苟合了。不过你可不要骂我是小三，因为我压根不知道有你这么个东西。安静听完江北的话，脸色黑得像锅底。阿进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他死缠着我，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他们姐弟这种穷光蛋？陈月乐慌乱地解释着。江北嘲讽地笑了笑，然后将2人的聊天记录截图还有搂搂抱抱的照片丢在了安静面前。截图里，陈月乐各种撒娇，求抱抱，要亲亲。安静的脸色已经差得不能再差了。但是我知道这件事儿还不至于让安静翻脸，因为此时的陈月乐还顶着江家独女的身份。江北走回到了我身边，拍了拍手。别墅管家张叔叔径直地走到了陈月乐面前，尊敬的租客陈小姐您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此话一出，屋内一片哗然，陈月乐瞬间定在了原地。租客，这房子不是他家的。我查了，这房子确实是江氏集团名下的，可是陈月乐怎么成了租客了？安静冷着脸出了声：你说谁是租客？这房子不是江氏集团的吗？你知道我女朋友是谁吗？她是江氏集团的独女。他边说着，边指了指陈月乐。此时的陈月乐因为害怕，已经面色铁青，说不出话来。先生，我们这别墅确实是江氏集团的，而您身边的这位小姐也确实是别墅的租客。说完，张叔回头看了看我，说道：先生，我们江氏集团大小街确实在这里，但是不是您身边这位女士，是江南小姐。张叔话音刚落，全班的目光都刷一下得朝我看来。我在众人的目光中端庄地笑着，十分不好意思，忘了跟大家仔细介绍，我就是这栋别墅的主人江南。我身边的这位是我的弟弟，江氏集团继承人江北。随着我介绍完，陈月乐惊呼出声：江南，你找了这么一个糟老头子来骗人，就你们姐弟2个还是江家的孩子，一个穿假货，一个穷大方。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我没有理他，只是把头转向安进。安进，你是不是很好奇，为什么跟我分手以后，资助你的好心人就不再给你打钱了？听了我的话，安进的瞳孔震动着。如大家所料，安进根本不是个公子哥，他每个月4万的生活费，是我为了照顾他这个穷人可怜的自尊心，每个月冒充资助人打给他的，所以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软饭男。我刚说完，就听到了陈月乐的一声尖叫：安进，你这个骗子，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不是说你是富2代吗？
安进被我拆穿以后，陷入了深深的后悔中。在陈月乐的质问下，他终于崩溃了。他红着眼吼着：“我就是穷光蛋，怎么了？当初要不是你勾引我，我他妈现在就是江家女婿了。乐乐，你也别光顾着怪安进骗你了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不是也冒充富家女吗？”我在一旁幸灾乐祸道。可是陈月乐是典型的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他眼中含着泪，倔强看着我。就算我不是江家的孩子，你跟你那个穷光蛋弟弟也不可能是。我没有回答他，只是默默地将自己的手指放在了门锁上。主人，欢迎回家。智能门锁的声音瞬间响起，接着我叫助理取出了这栋别墅的产权证，上面写着2个大字：江南。陈月乐红着眼站在原地，忽然他冲过来抱住了我弟弟。阿北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你还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江北嫌弃地将他一把推开，然后抖了抖衣服。你欺负我姐，装单身骗我感情金钱，就你这种下三滥的捞女，还想让我给你机会？这时安进一声不吭地朝门口走去，幸好我眼尖发现了他，我使了个颜色，张叔跟助理冲上去拦住了他。安进，你这样就想走呀？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？安进瞪大眼睛怒吼着：“你是资助我的，凭什么让我还你？你自愿犯贱给我的！”江北听了他的混话，冲上去就要揍他，却被我拦住了。当初你说的借，以后有钱一定还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不记得也没有关系，聊天记录都还在。我确实不是吓唬他，当初资助他时，他还算有点骨气，推辞了一下。后来我助理跟他说，等以后有钱了再还就行了，这他才答应接受资助。我的助理快步走上前去，面带微笑：“安先生，每个月4万元，3年一共资助了你144万元整，您看您是现金还是刷卡？”安进愣了愣，然后快步走到了我面前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：“楠，我知道错了，钱我都花完了，我哪来的这么多钱还你？你就给我一条生路吧。”他磕头磕得震天响，不一会，鲜血就顺着额头流了下来。陈乐乐看着他苦苦抓住的男人像狗一样匍匐在我的脚下，满眼都是悔恨。也是，放着我这弟弟这种真富二代不要，偏偏跟个假富二代结了婚，搁谁也得后悔得肝肠寸断。我笑嘻嘻地看着狼狈的两人：“安进，你的钱不是很多都花在了陈月乐身上，你跟他要回来一部分，然后再赚一部分，不就行了吗？江南，你这个贱人胡说什么？谁花他的钱了？”我伸出手扯着他得名牌：“难道这些大牌都是你那对重男轻女的爸妈给你买的？”我早就派人调查过了陈月乐的家庭，这姑娘父母重男轻女，10几岁时差点把她卖掉。我说完后，他怯懦后退，看着这场闹剧已经接近尾声，我笑着跟同学们说道：“辛苦大家在这看这出戏，希望大家以后也要记住，不要无缘无故瞧不起任何一个人。”我说完后，同学们默默地走出门去。安进还在地上磕着头，陈乐乐则是瘫软在地上，浑身颤抖。随后，几个保安冲了进来，将2人丢出了门外。事情发生以后，陈月乐跟安进双双退学了，而我在学校里受到了各种之前没有过的待遇。但是我并没有很开心，他们是看上了江家的地位，而不是我江南。本来以为我跟陈月乐此生都再无交集，直到我被朋友拉着去了一个酒吧，我特意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。可是就在我坐下没多久后，旁边就传来了一阵刺耳的起哄声。朋友拉着我去凑热闹，只见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，旁边一名女孩穿着露骨的服装，像一条蛇一样在男人身上摆着各种姿势。男人脸上满是玩味儿。就在他转头的一瞬间，我跟男人四目相对，他腾一下站起身来，看着我的样子局促不安：“楠姐，您怎么在这？”众人的目光都朝我看来，那个女孩也抬起了头，看清那张脸后，我皱了皱眉，是陈月乐。没想到她如今竟然流落到了这种地步。陈乐乐也发现了我，
他站直身子，想走又不敢。男人见我不说话，语气中多了一层祈求：“楠姐，求你别告诉我家人，他们知道我来这种地方还叫小姐，肯定会打死我的。”男人是我师叔的儿子，也是个妥妥的富二代，可是在他眼里，陈月乐就是个女人。此时的陈月乐脸色十分难看，我笑着拍了拍男人的肩膀：“放心吧，我不会说的。”然后我又看了看陈月乐，好久不见啊！陈月乐听我跟他打招呼，眼圈刷一下就红了。江南，你是个扫把星吗？我都躲在这了，你还来坏我的好事儿？你那么有钱还来折磨我，你他妈的是有病吗？还没等他说完，一个清脆的巴掌声瞬间炸开，是世叔的儿子。他恶狠狠地指着倒在地上的陈月乐：“你就是个婊子，你还敢跟我楠姐这么说话？”陈乐乐捂着脸，怯懦的不敢说话。老板呢？这个婊子从此以后再让我看到，你们就他妈的别干了！听到这边的吵闹声，老板立马找2个保安，将陈月乐拖了出去。他被丢出去之前，看我的眼神仿佛是淬了剧毒，让我甚至有些恐惧。让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我猜到陈月乐会报复我，我却没想到他会这么鲁莽。当他跟安静用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时，我甚至能看到他眼睛里的恨。江南，让你爸给我拿1000万，然后送我们出国，我就饶了你。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，你要是不给，我们就一起去死。陈月乐说这段话的时候，狠狠咬着牙。安静看起来则是要淡定很多。我按照他们的指示拨通了我爸的电话：“爸爸，我被人绑架了，他们要1000万。”我还没等说完，陈月乐就抢走了电话：“姓江的，你要是敢报警，就给你女儿收尸吧。”说完，他就挂断了电话。我看着这2个蠢货，无奈摇了摇头，连电话跟手机都用自己的，难道是怕警察抓不到他们吗？如我所料，我爸又装模作样打回了电话要地址。半个小时后，我爸跟我弟拿着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。看见陈月乐的瞬间，我弟弟的脸拉得老长。陈月乐，你有完没完？跟我们家杠上了是吗？你给我闭嘴！是你姐跟我没完没了。那天我马上就要拿下那个富二代了，是他搅黄了我的好事儿，还让我丢了工作。陈月乐呜咽着，我无奈地开口：“那天你也听到了，他叫你什么？他叫你女人爱。你以为他会娶你？”听了我的话，陈月乐的手指突然用力，我脖颈的皮肤瞬间就被划破了。见我流血，我爸紧张的不行，我弟却悠悠开口：“江南，你脖子在人家手里，你就不能少说几句吗？”我默默翻了一个白眼。我爸将钱慢慢送过来时，他们2人暂时降低了警惕。一声枪响瞬间在我身后炸开，陈月乐握着刀的手被子弹打穿，潺潺流着鲜血。我趁机挣脱了束缚，飞奔到了我爸的身边。警察冲上来，将陈月乐跟安静按在了地上。1个月后，我决定去看看安静跟陈乐乐。此时的陈月乐眼中全是疲惫，看我的眼神也多了些平和。他缓缓开口：“江南，我可真嫉妒你。你出生在那么好的家庭里面，父母又不重男轻女，一样都人，凭什么？”我笑着看他，没准是我上辈子也是跟你一样的苦命人，但是我积德行善，不做坏事，这辈子才托生在了这样的家庭。他笑了笑，没说话，默默转身离开了。安静直接拒绝了见我。曾经他也是个满身傲气的人，因为他是他们村子唯一的大学生。据说为了庆祝他上大学，喜宴就整整摆了3天。或许他怕我会嘲笑他，又或许他根本不敢于面对我了。这一切都不重要了。离开看守所，我的傻弟弟在门口等我。车子飞驰在马路上，身后的景色一点点褪去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